经纪人接到制片人的电话，对，然后就接收到这个邀请。当时来现场指导的是朱涛老师，就是97年的时候，当时真正的升旗手来帮我们做指导。对，从简单像踢正步啊，然后升旗啊，踢正步脚的高度啊，这些基本都会指导我们。但是其实它关键在于它会指导我们表情，就是他们当时内心所想的，然后表现出来的精神样貌，然后包括下巴抬的高度什么，他都会特别细致的跟我们说。我觉得得显示一个中国军人的一个精神面貌。因为其实挺集训的，从我到拍，其实一共就2天多，一共3天的时间，然后训练了一整天，第2天拍，连拍带训练，然后第3天再接着拍，就这样。我们先是分开练，大家练的觉得还可以，可以像模像样走一下。但是其实当我们3个站在一起，齐步往前走踢正步的时候，真的是还挺难走齐的，因为它还有一个我们需要拐弯，需要上主席台的时候有一个拐弯，然后齐步走；上阶梯的时候需要同一只脚在同一时间踩在上面，所以它的整齐度其实也是一个特别难的难点。我们当时还挺兴奋的，因为没有拍很多遍。其实我们练的时候走了很多遍，要么就是他先上，要么就是我先上，大家都会不是很齐上台阶，因为很难调整那个脚步。我走在外圈的话，需要脚步大一些，速度快一点；然后走内圈的人就需要脚步稍微压一点速度，然后形成这样的一个转弯。但是当我们真正开始拍的时候，当真正对面有英军也举着旗，大家一块走的时候，那时候这种就是队友之间的那个默契感，好像突然一下，我们第一遍就很齐，导演当时也挺高兴的。然后当我们同时把脚踏上那个第一个台阶的时候，就还是会起鸡皮疙瘩那种感觉。压力还挺大的。对，因为去之前其实我自己压力也还挺大，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能够参与到为祖国庆生。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件特别荣誉的事情，然后我也特别想以这种方式能参与进来，但是得知我要演胡旗手的时候，压力还挺大，因为自己其实除了军训以外，接触的其实还真的挺少的，然后也没有怎么演过关于军人的形象，所以储备就还挺少的。然后去了之后就赶紧把头发两边剃完之后就开始抓紧时间训练。因为就是这个在我记忆当中，还有在中国历史上，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所以我希望能把它尽量的还原，然后表现好一些。穿军装感觉怎么样？还真是，就是我不穿军装练的时候，跟你突然一下穿上军装，就是有加持的这种感觉。对，你就弯不下来了。就我平时挺松的，因为穿上之后，你觉得你应该挺直腰板，所以穿上之后一天就是这样的。我们是分开拍的。对，我们也是在香港拍，但是先拍的华哥他们的部分，然后再拍我们的那个部分。一定要看的，因为那时候太小，就没有那么具象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只是周围的氛围，然后可以去香港玩，就这些事情记得会比较深。但是具体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具体的画面是什么样，其实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就拿出当时的视频，反复观看。童年就是那小嘛，就是很开心，然后一直其实挺想去香港玩的，但是也不是很方便嘛。回归之后其实第2年我就去香港去玩了，去看了一下。小鹿导演就真的还挺女人的，就很温柔，然后在现场沟通起来也都特别的顺畅啊，就合作起来下来还是特别舒服。然后女导演她对于细节又比较感性，合作非常愉快。我看到了，我还挺特别高兴。我觉得大家也是这些小事，然后大家去传递这个温暖，然后为祖国就是庆生，我觉得特别棒。对，有些乐器真的是，就可能网友都是
第一次。我也是，好多乐器我都是第一次见。我看到还有编程的，然后通过自己的专业再怎么导入音乐软件之后再去弹奏这个曲子，我觉得好棒。我觉得就是遇到困难，现在反正也没法躲，所以所有的来了之后，我觉得迎头上，然后想办法解决，然后尽自己全力去享受那个当下，然后去想办法把当下这件事情做到最好。那个歌对我来说确实还挺难的。有机会吧，我觉得一定会的。我那次去虽然是去拍杂志，但是其实跟杂志主编我们聊，我觉得我没有把它当一次杂志的这样的一个拍摄。去了之后，我们有主题是去保护黑犀牛，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然后去野外感受大自然。所以我也是抱着那样的心态去的。所以去了之后，我就很投入的去做这件事情，去把所有的其他的工作方面的压力全部都丢掉之后，去享受这件事情。我觉得演员就是这样的，你不管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在积累和感受和自己思考吧，我觉得都挺好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可以找到一个就是你自己所谓的十全十美的这样的好的班底、好的剧本，所有都是好的，我觉得很难。然后我碰见如果我想要合作的导演，因为我之前我说过，我不会一直等，我不想一直在等剧本这样的一个状态。到了一个我心里觉得时间可能有点太长，如果没有合适，但是如果碰到合适的，我就去拍这样。干啥来着？现在不是说吃火锅吗？什么的不知道。到时候期待。对，谢谢。谢谢。